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及国内大白话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退役中将帅华明将军，大家好。从美国回来，德州州立大学龙礼忠教授。请学好，大家好。好，来看看最新几个消息。那么大家都在看川普每天讲的话、做的事。我今天其实印象最深刻是看到在中东那个穿着白衣、长头发甩啊迎接他进场的那个场景啦。但是呢 ，Bloomberg 资讯报道，川普15号在跟卡达商界领袖的对谈活动上谈到的事情是这段话，大家很特别注意到，库克自己人在美国不谈，到了卡达去谈什么？川普自己讲啊，我告诉库克，我们对你很好，够好咯，多年来也忍耐你很久咯，在中国大陆打造的所有工厂哦，所以我们对于你要在印度设厂不感兴趣，印度人自己能照顾自己，我们要你在这里美国设厂，就是恐吓他啦。我对你忍耐很久了，你现在之前支持民主党是吗？那你现在要在印度设厂，门人都没有，直接白话文警告，而且还公开告诉大家，川普说印度是世上关税最高的国家之一，因此很难在该国销售美国产品。奇怪了，先前的关系这么好，副总统 Vance 到印度去，那印巴开打之后也算支持的，这时候怎么回事？印度谈的这个话，大家很关注。美国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赫克曼说，他试图很高兴中国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对于对等关税说不，全球都看到了这个说不的身影。他认为中国经济充满了活力，试图要孤立中国的做法不会得逞。那这个画面是要看，待会来看看。很有意思的是，很多美国的议员现在到底众议院、参议院对于川普的影响是什么？功能是什么？川普直接把他们跳过吗？所以几个议员在听证会上睡着了。这个画面在网络疯传觉得非常有意思先看看画面上面几个议员，这个睡得很熟，最后还是被叫起来的。其实画面蛮长的，只有这一段把它剪比较短，其实他已经睡蛮久了。然后还有这一位，大家睡好熟当然有高龄的，也有年轻一点的，大家都睡得很熟，网友还帮他配上了音乐，很好睡其中这位第一位睡着的这位议员呢，他说：“哎呀，没有啊，我只是闭着眼睛在想象一个美好的美国。”这个是他辩称他以前27小时没有睡觉，为什么？他有这么忙吗？又不像我们立法院要打架啦，要挑灯夜战要视线为什么？政治学台湾好，这学台湾，原来世界哪里跟得上台湾呢？好，那所以这个川普过去在竞选期间，因为那个神秘的子弹没有打中，让他自己认为是天选之人可以躲过所有的暗杀为什么突然国会山庄这个报道的科米，川普的长期政敌，却 po 了一个文。他在 Instagram po 的是用贝壳拼起来的这个数字叫做8647。OP 可能比较熟悉，这是什么概念？86在美国的英文字母的意思是说，要把这个某个人拒绝提供服务啦、赶走他啦、轰走啦那47是川普的代号为什么？待会可以OP帮我们形容了，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代表他所以这个数字要代表要以暴力手段包括暗杀把川普赶下台，引起了国内一片哗然。然后后来他这个晚上就把这段贴文给下架了。有这么恐怖吗？美国有没有这么大的仇恨，或者是民主党这个跟共和党之间的冲突呢？其实先前讲6、7月可能会是这个货架订单空掉最关键的时间点，还有美债会不会倒？结果现在在关税休战，双方谈了又谈，现在传出来在韩国这个更进一步的谈判之后呢？美商现在看到了，好机会来了，已经空了的码头，赶快下单啦！大陆输美的货柜订单飙了3倍，大幅的回升，赶快急着希望在这个3个月的缓冲期里多订点回来，货架就不会空了，疯狂催单，各种形容叫做美商催促着大陆的厂商赶快交货一年可以发5封电子邮件还加码超过500万新订单等等的。例如这个义乌这里的本来是专门提供给美国最重要的货仓的地方，30万双急袜子急订，快点来！到本来6月底才能生产完毕的，其实很快这些库存马上就要见底了。先前其实在4月份就已经有超订的部分，现在几乎都要见底的情况，美国买家集中下单好急，在线急，赶快给。但是英国媒体看待中美现在互将关税呢，美企会提前为了感恩节跟圣诞节大餐
大单来囤货啦，因为其实本来这个时间点就是各企业或者是各个通路在订单的时间，先前卡在了关税的各种为难，现在有个缓冲期，当然必须赶快下单不可。欧洲怎么看？被说这个企业家在欧洲居然收到了习近平的回信，这新华社的报道，他说回复信件给中国的丹麦商会负责人这位生活在大半辈子的欧洲企业家，在中国的企业家，这个时候感觉非常非常高兴，因为他要给这个外企的概念叫做什么？中国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外商理想、安全、有为的投资目的，要让他们有信心可以继续在中国大陆待下去。所以欧盟怎么看待呢？英国已经这个先分手，跟美国站在一起，但欧盟呢？欧盟要加入 CPTPP 吗？美国很担心。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听证会上面有议员直接说，当局这个状况对美国非常很不利的情况正在发生，那美国很急啊，说欧盟也要跑掉了吗？这几年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都站队离开他们了吗？欧盟不需要我们了吗？那调查显示，近80%的国家对于中国大陆的看法相对正面了，就是长期以美国才有话语权，西方媒体的话语权现在有改变了吗？这个报道可是来自于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啊，以这个民意调查机构的分析，认为2025年的民主感知指数调查，接受这个中国的看法正面的呢，占了79%。受到了积极的评价，而这个新闻周刊他们指出，根据这个调查结果所分析出来的全球形象，过去被西方世界围堵攻击的中国影响力正在稳步攀升。一场关税战打下来，我命由我不由天啊，所以正在改变了现况吗？美国的关税政策让盟友失去信任，因为与全球都开战。Camber 美国的前副国务卿就说了，多盟友还是希望争取跟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是现在他们有点迷失方向，因为川普投顾初一十五不一样。亮哥，把这个像苹果手机的供应链，在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因为 Steve Jobs 是2011年过世的嘛，奥巴马就问过 Steve Jobs 说你为什么不迁回来美国？这个问题早就问过了。那个时候 Steve Jobs 的回答，我跟 Cook 都一样就是整个供应链的聚集啦，然后人力的方便调度啦，成本考量嘛，还有阶级单是啊，什么也有成本问题嘛，对不对？你美国现在人均都已经这么高了，你怎么可能把那个供应链挪回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麻烦川普都一直这样幻想上也做过一个民调，你如果问要不要把制造业迁回来美国，美国有将近80%的人同意然后再问说你愿不愿意到工厂上班，只有20%的人同意所以我觉得川普真的脑袋是不是活在60年代，就美国制造业最鼎盛的时候就那个时候一个男人上班，那大概老婆也不用上班，可以养活一家人这样我觉得他就一直活在那个年代现在根本就已经不是这样。而且坦白讲，美国的转型带动它的 GDP 的成长高科技、人工智能、互联网，还有它的金融业、服务业、好莱坞，这些都是高附加价值的结果他还在幻想他60、70年代的制造业这个很麻烦因为他是最高领导人老是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可是没办法。事实上，我坦白说了，那个苹果除了中国跟印度之外，你还能去哪里因为它的量那么大，能够提供那么大的供应链，真的没有其他地方了那至于这个订单接不完一样中国大陆也是拼命在赶工就急单嘛，大单，或者还有人是抢先的所以有人现在像那个长荣海运，我看今天股票涨到262从200块涨上来的所以当然也有人在忧虑，那第4季是不是没单呢？真的，因为都抢先都订光了，那到时候美国整个物流业、港口90天一到，都塞爆了，这样你就知道，因为大家对未来还是不确定怎么知道
美国跟中国未来3个月能够顺遂呢？很难说。万一又冲突起来了，那怎么办？所以这个就很麻烦。所以为什么很多国家啦，美国的盟友啦，包括欧洲，包括日本、韩国，人家为什么宁可去，至少跟中国那个关系是确定的嘛？就是中国大陆的主张是清楚的 ，WTO 嘛，多边主义嘛，自由贸易嘛。川普是什么？大家不知道啊，所以我怎么跟你长期往来？川普投顾啊，将军怎么看呢？在美国这种世纪从未见过的变化里头，现在美国总统对于美中的态度的转变之快，那对全球的影响之大，对企业家等于是威胁恐吓的，叫你回来就回来。你想想看，美国很多公司是获取暴利习惯了，你现在就要把它获利给去掉，它谁叫你以前支持民主党呢？你说苹果手机以前你给我们代工的人多少钱？4块钱了，他卖多少钱呢？就是享受惯了暴利的厂商不会回来的。那你除了中国做、印度做，他能够获得这个暴利，回美国做他哪有利润呢？所以这个问题，你川普的想法跟商人想法是不一样，老百姓也是欢迎，哎呀，能够回来恢复到当年的这个荣景。我说那个参议员那个睡觉就代表什么？美国 Great Again， 你在做梦啊！这根本就是一个这个川普的行为啊，我觉得跟我们中国有个皇太后很像，慈禧太后，跟全世界宣战，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现在中国大陆也不要太高兴。第2阶段谈判呢还有变数，川普这个人变化太快了，你知道吧？2阶谈判，下一次谈判才是关键的。双方才谈到真正敏感的东西啊，对不对？他要中国买他的黄豆，买他的玉米，对不对？要买他的稀土，中国大陆要开放很多敏感的这个限制，所以这个问题啊，倒不好，这些货啊，刚刚运到美国，川普的税率又变了，还在路上，这才麻烦呢。因为这个人可以讲表现到现在为止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他扛不起这个阶段，所以问题，他让中国这一步是因为要解救他7月铺货、8月铺货的一个危机，没错，跟外在的危机是双重的危机。他想这一次第一次谈判呢，能够解决他第一次的危机，货架不要空，老百姓还能买到他日常生活用品，对他政治上没有影响啊，不会影响他的选举跟他的民调。这一关目前是过了。问题就是看船调不调得来，到岸以后铺货的时间长短，至少美国现在已经从4月、5月、6月这3个月啊，货物紧缩是可以看得到。所以问题就是说，第1阶段的谈判大家也不要太高兴，因为川普这个人每分钟每秒钟都在变的，所以这个言而无信啊，已经是全世界都对他不放心的东西。你要晓得，一个大国啊，你对外面没有信心了，很多生意就不要做了。没有信用没有信用嘛，对不对？你看中国拍的历史剧，什么晋商、徽商，就是信用为第一嘛。你没有信用，生意怎么做？所以这个问题，你这个关税啊，我不晓得最后杀到谁。美国人自己老百姓付账啊，所以美国经济很不好。你号称是一个大国，满街的游民，满地的 homeless， 你好意思吗？你根本就没有关注你自己国内的经济嘛，你只让那些寡头赚了很多钱，所以这是美国老百姓最不满意的一个东西。你华尔街的那些人住豪宅、买名牌，对不对？相对的，满街的中产阶级现在快消失了，那贫下中农那更惨了。美国很多人一天打3份工很多啊。以前亮哥讲的没错，老公一个人上班，老婆孩子在家，现在是老婆也要出去兼差啊，这不是一个大国的样子啊。他有这么认真我都不知道，因为每个礼拜都跟温批连线问他说架上还有货吗？他说目前还有控管，因为最大的
缺货潮可能会出现在7、8月，现在转还来了90天的缓冲期，但真的仇恨值有这么高吗？这位这个88647这位他的对手哈，他提出来的这个牌子到底是有这么仇恨、这么恐怖，在美国的气氛里头？当然，对于川普不满的人很多，所以这个号码当然就比较敏感，也比较有争议，而且确实是很麻烦的。因为86在美国的俗话里面呢 ，86就是 get rid of 的意思，就是把他赶走的意思。那47就是他47任嘛，川普现在是47任总统，所以8647就有这样的一个影射哦。那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总监呢，就在不久之前被访问的时候，他也非常强硬的表达说，他觉得这个Comey应该要被这个司法来调查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他当然已经删文了，但是后续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惩罚的动作吧，我们可以来看哦，因为川普大概也不会。或者川普身边的人也不会轻易的放过。但我必须要讲这个印度的这个事情，而且我们在美国，我刚从德州回来，所以看到的现象跟台湾的朋友可能看到不太一样，就是说在美国基本上很多的民众是非常喜欢川普的，不然他的民调也不会往上升。为什么喜欢川普呢？因为我们虽然在国外，在台湾看美国，会觉得，比如说刚刚帅将军讲的言而无信啊什么的，可是你要想哦，就是说嘴巴里很多人在骂，问题是股市在往上的时候，你资金要不要投进去？川普在他的Truth Social上面写说买的时候，你觉得民主党的人通通都不买吗？事实上还是买的，还是照样赚钱的。这一波1个月以来的变动，虽然往下掉，可是习惯了川普的做法之后，你跟着他买，你还真会赚钱，所以你会继续骂。有听话就有赚钱就好，是吗？事实上是这样啊，你继续跟着他走，你虽然一直骂他，可是你知道你的钱投进去，他真的会涨，因为他马上他就宣布了关税再延90天，这不涨都不可能。而且你可以预期的是，川普说啊，这些国家都要跟我谈判，如果日本谈好了，印度谈好了，每一次谈好的时候都是一个股市的利多消息，就是一个消息面嘛，就是利多，所以你再投入，你还会再赚钱。所以骂川普的人会很多，媒体也会一直骂。可是就我所知，包括我身边有一些民主党的朋友，他也跟着川普在买股票，所以这就是很现实的部分。为什么我们在看，譬如说在国外看会骂川普，而且全世界都觉得他很没有信心，对他没有信心，也一直屌他。问题是美国国内的民意会觉得，川普某种程度是让大家都赚钱的，而且跟以前民主党不一样，川普是公开的，不是内线交易，是外线交易。外线交易啊，他直接告诉你。那我们说印度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印度这件事情可以有3个面向哦。首先，刚刚大家就有讲到，其实对于印度对库克，就是他宣布说，你希望你不要在印度设厂，其实川普也知道。成本非常高，要这个苹果把生产线拉回美国，其实难度是很高的。可是它有3个面向，第一支箭呢射向的是美国的庶民大众，尤其是保守派的选民。保守派的选民，他对于国际政治不太了解，他会看到的是，这会带回来工作，他不懂会不会真的落实，他觉得，川普讲了，工作会回来。库克呢看到这样的事情，他当然知道回不来，可是库克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让告诉川普说，好啦，我会加码投资美国，我还会做点什么事情，你不要再谈了。然后第3支箭是射向印度，告诉印度说，你关税这么高，我希望在关税谈判上面，你也必须做出一些让步。所以川普每一次都是用喊话的方式，然后让对方呢，让自己可以取得一些他自己想要的声量，他自己的优势。所以其实我们在台湾看川普。同样的，就是美国内部看川普跟外部其实真的差很多。重点是股市有没有赚钱是吗？是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那我们继续来看印巴的战争冲突影响了全球很多不同的观点啊，其中是不是在买武器，大家要买哪一家武器都有很大的这个空战上产生了不同的启发，而且尤其是这个冲突，印巴停火只是停火，还没有正式的解除战争的冲突的这个完全解除，所以呢要延到18号的停火呢，莫迪还是很硬，他拒绝把水源这个当初有的协议呢，仍然印度河水协议仍然不肯妥协，所以还是要把水源给断，让巴基斯坦仍然没有水用。因此，巴国的副总理喊话了，延长停火是为了重启政治对话做准备，并认为所有的问题都会在政治对话中解决，包括这个水源很关键。那印度知名主持人很有意思，他就喊：为什么全球媒体还很不开心啊？都在淡化印度战胜了巴基斯坦呢？看看这段谈话。Pakistani air defenses are smoldering.
their runways are cratered, and their army chief was holed up in a bunker apparently. But if you look at global media coverage, the picture is very different. This one is from Bloomberg. It says Chinese weapons gained credibility after this conflict. Next, we have an article in the Financial Review. It says China's military is the big winner of this conflict. And finally, CNN, they claim that there are no winners in this conflict, neither India nor Pakistan. Now, what explains this global narrative? What explains this perception that Pakistan had the edge? India, on the other hand, was restrained. Our in-depth briefings began after the pause in fighting. By then, most media houses had moved on. 因为他们觉得印度已经宣布胜利啊！他在打了10天的这个所谓的冲突战争之后，他们说我们获胜了，所以那个5-0的飞机的对战的结局不是啊，他们是自己克制的结果啊！所以现在连中国大陆都准备对印度出手啊！166.2%的关税，这是最高级距，这个是针对一个农药进口的氯氰菊酯。最高是这个，那另外也有48啦，多少各种比例，但可是这个公告代表的是最强硬对于所谓反倾销措施的这个的反制，而在印度方面，因为这段时间以来已经长期的在关税上嘛，各种对应啊，要对抗中国来往美国靠拢，可是刚刚美国也说。印度关税很高啊，叫大家企业不要在那里投资啊，这实在是让印度会被两边不是人，他不是最会左右逢源的吗？这一次却刚好相反吗？印度还封锁了大陆的官媒新华社、环球时报，但大家都活生生血淋淋看到了歼十用比较相对旧的机种去击败了所谓的标风或者是叫阵风的战机，歼十的实战出圈，要到巴黎的航空展去展示，会不会很尴尬啊？大家网友们在讨论，因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歼十战机呢，6月登场法国第55届巴黎航展。其实航空迷很多人每年都要去看这个重要的展览，而这个当中呢，还要搭载这个 PL-15E 的中程导弹，也要一起亮相大家都在看0-5阵风，法国号称最厉害，标风啦，台湾翻标风啊！这个标风战机同场交戏的话，不是很尴尬吗？那还卖得掉，订单会不会差异很大啦？那当然，大陆网友虽然官方很克制啦，但大陆的网友呢就很多哭手 AI 影片，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去取笑印度的标风战机。不打了，投降了，我举白旗了！别啊，三哥，我还没用力，你怎么能投降呢？再说了，你的光辉不还没上呢吗？那可是我最后的底裤了，都怪高卢基和大毛卖给我们垃圾货，3亿美元一架的阵风还打不过4000万美元的歼十 C， 放老子的阵风战斗机在俄乌战场拿下了全场 MVP， 到你手里怎么不行了？说白了还是你操作水平太差。龙哥，你说句公道话，是我水平太差，还是他们战机太拉？我说什么呀？感谢巴铁兄弟的直播带货，感谢三哥刷的6个大飞机，你搁这拿我打广告呢？这话说的，打广告哪有你专业啊？你。熊猫说：“感谢大象直播带货了这个战机，所以呢，印巴空战，中国的武器一战成名啊！美国媒体是这样报道的。除了歼十，报道进一步提到的是歼50。歼50 2024年年底已经要完成首飞，目前进行的是试飞阶段啊，采用的是新型的各种设计。现在真正的6代机研发阶段已经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不止波音第6代机 F-47，川普出访也抛，我们要有6代机，我们有 F-22、F-35战斗机，马上要问世。那在今年1月的一段采访当中，有一段大家记者这样访问的内容哦。记者就问了这个标风跟中国第6代战机谁强？法国的军官说，这个阵风标风了配顶级导弹，不只是5代机呢。那6代机呢？这位司令官他是法国航母战舰的战斗群的战舰机载连队司令官，他说那个还在 paper， 还只是 PPT 而已。听听他怎么说。How do you compare the Rafale with the fifth or the sixth generation fighters that are coming from our northern borders? Yeah, 6 I think it's a bit of a dream right now. So perhaps for the Meteor it would be 5th generation. But if you see that it's not stealthy, you would say it's 4th generation. So yeah, because right now it's only on the paper. But we are seeing it flying. 其实，在访问里还问了说，那你怎么看那个
20啊，是不是4.5这样？那都不算。那我们是5代机，跟他们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结果这一战 F10就打趴了对方。亮哥，这个印度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不，因为这个印度这个核水协议，它断水其实是违反国际法的。我跟你讲，它可以影响有多大啊？因为巴基斯坦那个旁遮普省有1200万公顷的土地靠这个水，它小麦会减产30%，那巴基斯坦有水力发电20%会受到断水的影响。其实这个连战争都不能有这种行为啊，所以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够这样干呢？那当然了，因为印度它那个围坝没有围得很全呐，所以有一些水还是流下去了啊。可是你还是不可以有这种行为啊！我觉得是这样啦，因为印度绝对不能承认他输了啦，因为如果阵风被打下来，他真的承认的话，那他等于就没有空优了。那没有空优是很严重的事，因为这个是第6次印巴冲突了。那前5次，坦白讲，印度都没有把巴基斯坦看在眼里的啦。没有想到所以就觉得是他主动大规模派了80几架飞机，那巴基斯坦派了40架应战嘛，他根本就觉得他会教训巴基斯坦，然后回来要跟美国邀功我觉得他本来的想法是这样因为美国锁了巴基斯坦的 F16不能飞嘛，所以巴基斯坦一定要用枭龙跟歼10C 来打嘛。那印度大概想说，我们可以几个打下1、2架。然后去跟 Jellyfans 邀功，说你看我帮你出气那你贸易谈判给我一点好处吧。我猜他本来是这种想法，没想到打成这样那他这个是当然不能承认。其实战争很多都是这样了，我们现在是因为媒体太发达，不然真正的作战的情况，我告诉你们要事后好几个月才会慢慢知道，那种偏远的地方谁会知道所以。因为现在网络媒体太发达了，所以你现在又看到他断然不能承认，他是在对内交代。我事实上有8000多个网站被下架，因为有人 po 了一些印度不能让他 po 出来的新闻那这个当然是一件麻烦事啦，因为这次巴黎航展那个歼10C也要去，对呀，那是法国，所以法国有点尴尬。谁还买啊？飙风啊！将军，我记得上礼拜就在我们同场，李大中老师还讲说，听说现在可能马上两边都要各自宣称胜利，然后战争结束，就和谈就发生了。但现在还要硬要印度就要坚持我们是胜利的，这个符合莫迪的作风。所以我跟你讲，胜利有好几种等级啊，一种叫压倒式胜利，还有更形容词碾压式的胜利，还有一种是和平的胜利，就是打个平手；还有一种就是阿 Q 式的胜利，口头上的胜利。阿 Q 式的胜利，它比阿 Q 胜利还不如，因为你口头讲出来就没人相信嘛。印度难道没有翻墙的吗？对不对？这个东西翻墙过去，对啊。所以问题所以这个战争呢，你要说它停也不会停，但是也不可能大打，因为你空中没有空优啊，你要搞地面作战了。解放军已经给巴基斯坦那么多炮车，自走炮车。我跟你讲，你看俄乌战场上决胜负的是炮啊，对吧？155，结果老共给他的是什么？大的加农炮跟榴弹炮合并在一起，又可以打远，又可以打翻山炮。所以这个问题，印度只能在这个水坝上做文章了。你没有空优，你要想地面作战，你莫迪经得起第2次失败吗？这个地面作战战果更容易看嘛，对不对？所以中国大陆也给印度一点压力，很久没有谈的藏南问题跟你谈了。藏南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那个只是说因为我们内战，我们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到内战无暇东顾，那个地方是英国人定的马克洪线或者中英未定界。藏南纵谷为什么重要？你知道吧？喜马拉雅山拦阻了印度洋所有的这个暖风啊，有带水汽的风，所以西藏跟新疆很干燥，
但是藏南这边一个峡谷啊，这个风从这边过，雨水就很充分，所以藏南中部是很肥美的一块土地，原来是西藏人住的，印度人看了，趁英国人搞这个未定界，把大批的印度教的人移过去，所以那个地方克什米尔、藏南的都是很乱，因为两个种族不一样，宗教不一样，所以中国大陆给你把很多城镇给你改名字，改成中国名字啊，印度就心里很不舒服，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暗示，这块土地是未定的，我要什么时候拿回来你自己看着办，所以也是给印度很大的压力，你不要去打巴基斯坦，打巴基斯坦，中国可能会做些某些动作，这也是个暗示了。国际上很多事情就是不在言中了，你看我的行动嘛。是翁 PD 的确是很意外啊，在这场空战戏剧化、电影情节般的这个轰轰烈烈，就没想到印度出乎大家意料，标风本来是全球最厉害的战机，也是出乎大家意外。他们开玩笑讲，哇，直播带货啊！对啊，确实是有一种胜利叫做印度说他自己胜利哦。那我们看到的是，其实在这一场的空战之前，全球的军事排名，其实印度的空军排名是蛮前面的。所以我们再次的验证了所谓的排名哦，真的要打了才知道，不是只是看你的飞机有多少，或者是买的有多新。而这一次的战争的结果，这个空战的结果呢，某种程度真的是反映出，尤其台湾可能要特别注意的是，反映出中国大陆它在军事实力上面一旦介入了，只要在旁边帮助。测试出来的结果就差距了这么大，所以你要去思考的是，整个中国解放军在整体的布局，包括了它的电子战的串联，整个系统上，虽然很多的情资我们还不能确定，可是至少确认的是，这个巴基斯坦绝对不会是靠自己就可以达成这样的这个结果，所以。中国的角色在其中，他的能力，他的协助做出来的能力，就已经可能我相信美国也非常的紧张哦。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的是未来包括了整个所谓的第一岛链啊等等，中国解放军的实力可能是真的是不容小觑，而且这一战之后，恐怕美国也会更加的紧张。那我们也必须要说，印度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宣传，印度14亿人口，其实它的人口。整体的所谓的知识水准啦，对于世界的理解，有一定的参差不齐啦。那所以他在媒体上面要做这样的宣传，其实某种程度反映出穆迪他在自己的政坛当中，他的支持度不像在前面几任这么的高。现在在自己印度国内呢，穆迪其实当然他是还是有一定的稳定的支持，可是也传出很多的视频，看到的是国会议员对于穆迪的不满。这个不满是越来越明显的，所以其实穆迪也有压力，所以当然毫无疑问的，在媒体上面的宣传呢，要强调说印度是很强的，印度是胜利的，这种媒体的操作，对于他自己国内也有一定的这个宣传，大内宣也是一定要的。面子问题，将军好像想补充我们时间。今天我们看，照理讲，标风的基本性能应该是比歼10要好，但是这个战争的胜败的关键是预警机、卫星跟地面防空雷达的雷达网。形成一个系统性的链路式的这个指挥，那标风照理讲比我们幻象要强很多。那问题我们的关心是台湾现在的预警机够不够水准？第二个，我们没有卫星，对不对？那第三个，美国的导航要不要给？第四个，它是战术导航啊，不是商用导航。是。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爱国者的雷达系统，能不能在 Link 至少？我知道台湾有 Link 16，对 IDF 对我们的这个 F16是可以指挥的，但是对幻象是没办法。所以这个缺点我们要想办法弥补，不是看笑话。像亮哥才说，为什么不卖给我们预警机？对，我们预警机再不提，12K 太旧了，太旧根本没有办法。一看就知道我们缺憾在哪里。是，拜登没有同意。是，你不卖这个，我们这个链路就有问题啊。对，好，谢谢，我们平安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讲。美国总统访问中东国家，有个画面，我今天早上受到惊吓，但可能是文化差异非常大。在阿联酋这里是最高礼遇的欢迎仪式，看看这个画面。这个画面我们大家会有点，华人会很不习惯，为什么？这一群穿着白衣服，把头发垂下来，其实后面还有他经过旁边，他那个笑容笑得非常不热乎，其实川普是开心的。对，而且其实有很多 close 的画面，我今天早上看画面真的很恐怖，因为我们真的华人不习惯啊。
很多贞子啊，一体马术来欢迎啊。这个画面可能他只剪了这一段了哦，但真的文化差异不一样，人家这个是阿联酋是最高的礼遇才有的欢迎仪式，是给川普的。那文化差异太大了，川普到中东去很开心，因为他说要在中东盖矽谷的概念。商务部15号在官网宣布，这个比较正常管道嘛。商务部官网宣布不再是川普自己个人忙着去看甩头舞了所以来不及发混了他说要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里合作建造一个拥有5吉瓦资料，5吉瓦1吉瓦等于10亿瓦这样的资料中心的人工智慧园区，预计将成为美国境外规模最大的这一类的科技重大的矽谷这样的园区那相对于印度，看起来我们这样比一比就知道，他现在比较有兴趣是中东吗？他比较想跟中东好吗？所以川普承诺还要大卖晶片。美国跟阿联酋达成初步协议，允许从今年起每年进口50万辉达最先进的人工智慧晶片，所以黄仁勋才跟着去人工智慧好像他说了算，所有的晶片由川普来调度，他答应要给这个阿联酋。那川普中东的 AI 晶片交易掀起了国安争议吗？美国内部是有争议的，因为呢，像这种辉达高阶晶片流到中东，他们担心什么？会不会流到中国大陆波斯湾都可能会去向不明吗？还要为了要技术怕流向中国，甚至说美国推新法案 ，AI 晶片要安装 GPS 定位流到哪里去，卖给谁要知道。好，所以中国大陆对于美国来讲，现在已经双方进入了谈判第2次的阶段。现在是在这个韩国也有过双方的接触，当然内容不知道，但知道他们正在谈。大陆商务部发言人他怎么说呢？他说呢，美方滥用出口管制，对于大陆的晶片产品呢，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限制，严重威胁了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稳定。那比尔盖茨说，禁令呢胁迫中国必须全速推进晶片的自主化，凡杀不死华为的，必使华为更伟大。那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到台湾了，今天又引起了很多的关注，明天还要拿圣火，应该不会穿皮衣啦他说华为是最强的对手，以技术竞争替代制裁，折叠萤幕的电脑华为即将推出。这个科技的快速的演变，我也刚刚买到了华为手机，那个折叠机已经很强大，难怪其他对手要制裁它，因为它进步的太快了，其他的技术的竞争跟突破，对于其他的对手来讲太可怕，因此光是萤幕折叠在电脑萤幕上还可以有AI 虚拟的键盘这件事情呢，已经让苹果大大的望其项背都很难。那甚至机器人的部分，华为也布局有产业链了，就中国联通联合华为推出家庭机器人，说要全自研，全自产。今天这个中国联通就是被逼迫之后，成长速度更是飞快。那汽车电动车更是如此这个全球第4大汽车集团的高管公开形容的，随着中国的本土汽车不断的在研发突破，那这个量除了内卷之外，技术的提升已经未来西方汽车品牌要在中国大陆已经没有未来，形容叫做全军覆没都有可能。连马斯克也很着急了，他说4月欧洲核心市场呢，比亚迪的销售量已经全面超越了特斯拉。他现在离开了川普团队吗？那对于比亚迪的这种销售成绩，他过去早期曾经瞧不起的竞争对手，现在快速的跃进。全球电动车4月销售量成长近30%。美国在川普政策之下要回到油车而不是电车，但是光欧洲4月的销售额成长的是35个百分比，中国大陆成长32%，北美销售则下降了5.6%，这个是一个现象。任正非这个华为他怎么说呢？美国现在处在喜马拉雅山顶峰你不放水，大家自己挖井。听听他怎么说。美国呢是处在世界最高科技的顶峰，美国是在喜马拉雅山顶上，对吧？那中国呢现在还是比较落后，是喜马拉雅山脚下，对吧？那么喜马拉雅山顶上的雪水融化呢，就灌溉了山脚的这个庄稼。当美国不把这个水流下来的时候，那山下可能就会大井。美国不供应的时候，这个世界一定会出现替代的机会。川普现在在中东，亮哥怎么看？他现在中东很受欢迎，然后用长头发甩着欢迎他，但实质他想要建立的这个矽谷替代系统，有办法成真吗？不是
不是美国要做了，是阿联酋要做、对啦，给阿联酋嘛，在这里一起所以阿联酋有求于他嘛。因为第一个就是川普上来之后，就取消了拜登那个 GPU 出口的3级制，因为本来阿联酋是属于第2级嘛，那川普现在可能要把它取消，不然本来他一年只能够进口1700片的 H100，这个绝对不够用嘛，那现在应该是确定取消了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利多啊，那以前为什么美国政府会有人有不同意见？因为发现从阿联酋、从新加坡、马来西亚转口把 GPU 卖到中国的最多，没错，所以美国就有一些人就反对啊。那还有另外一件事，这跟我们有关啊，因为阿联酋在争取台积电去投资，他要建立晶片厂，他要成为中东地区的人工智能中心啊，是，所以其实他也蛮有雄心抱这个。而且这次有好几家公司都跟着川普一起去嘛，比如 AMD 就直接说要在那边投资嘛，所以坦白讲，这个也不是我们这边都在强调，好像中东地区都给美国什么，其实他们也要了很多东西啦，只是人家没有讲而已啦。比如说美国大概是同意卖给中东地区什么武器啊？以前可能不能卖哦，以色列反对啊，是。那这次搞不好都解禁了，因为有钱嘛，所以川普这次不去以色列啊。而且，美国为什么会宣布取消对叙利亚的制裁？这个一定也是他们拜托的啊。这个以色列也不高兴哦。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事实上是联动到整个中东，美国中东政策的一个大的改变，就不是只有一个以色列了，未来还包括逊尼派的阿拉伯半岛，那这3个最有钱的国家，要作为美国打交道的主要的中心啊，所以我觉得阿拉伯人是很厉害的啦，因为知道川普爱什么，就让你有虚荣心嘛，有订单嘛，那我也要一些东西啊，那你就顺势都给我了啊，国防合作、人工智能的合作，这都是空前的啦，所以我觉得要这样看会比较准确，而且还有地缘政治，所以以色列在跳脚啊，可是也没有办法啊，因为 show me the money， 以色列没有 money 啊，这些国家都有 money 啊，这3个国家什么没有，就钱最多啦，就这样了。川普的字典里最核心的字眼嘛，关税的目的也是为了 money 嘛，钱嘛。关键就是钱。为什么对印度给他冷脸看呢？印度借不到钱呢。今天为什么跟阿联酋勾勾搭搭？阿联酋、沙特都是最有钱的。美国还有一个大隐忧就是外债的问题啊。对，现在阿联酋你要搞这个晶片，好啊，我有的是技术嘛。这个中间还穿插一个关键人呢，黄仁勋呐。你不让我卖的话，华为就起来啦，对不对？然后再开个空头支票，5000亿投资啊，在美国啊，这边又跟阿联酋搞啊，所以这个3个就有一拍即合嘛。阿联酋这些国家手上满手的钞票，总有一天挖光的，他一定要投资高赚钱的行业嘛，为 AI 是未来的前途嘛，他当然跟美国就一拍即合嘛。所以为什么莫迪被冷淡了？你没有钱借给他，打输让没面子。所以我讲关键都是钱嘛。这个商人就是川普是个商人，他的本性就是什么东西都要精打细算，我投资多少拿回来多少，对不对？打不打仗，面子不面子不重要。所以什么赖清德还在讲我们民主自由的价值，你在川普眼里1毛都不值，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民主自由同盟不能够保护你的安全啊！你看他在中东在作为，当年他的干儿子以色列再反对都没有用啊！对啊，是翁皮。是，就像大家所说的，川普基本上就是一个生意人、交易型的外交，所以经济的利益是最重要的。你可以看川普上任之后，他的放眼全世界，哪边可以有钱？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也是先首次出访就是中东，这一次一样是沙烏地阿拉伯，一样是这个区域，因为这里的钱是相对来说最容易
最容易取得，而且条条框框也最少的。对川普来说，他并没有什么道德的束缚、民主价值的枷锁，通通都没有。对他来说，只要能够快速的赚到钱，让他可以在国际的舞台上面能够带回给美国他的支持者，美国因为他的出访而获得了尊重，获得了金钱的利益，这才是川普所要的。刚刚亮哥讲到了沙烏地阿拉伯，其实现在刚好他们看到了川普来了，可以有不用这边被捆绑，他们一直都想要发展的新的AI 的这个产业就有机会，他们也看到了机会。以前的拜登不让他们做，现在川普有机会了。当然，川普想要什么，尽可能的，他们什么没有，钱真的很多，所以尽可能的跟川普来合作，取得他们的机会。那当然了，这其中就关系到了我们一直很关注的所谓的晶片，台积电会不会将来也要必须到这边投资，或者是AI 的产业怎么样在中东在沙烏地阿拉伯这边落地，这个会影响到台湾自己本身的竞争力，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仍然在现阶段仍然在晶片的半导体产业当中是占据国际非常重要的位置，可是这个位置会不会因为川普时代全球的所谓的再全球化出现了，我们的位置已经失守了，这个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可是问题是以现在华为的科技技术来看，任正非这些谈话是不是代表着这个整个全球的包括电动车跟手机的技术市场已经产生了变化？确实是啊，其实电动车坦白说，电动车的市场要西方国家的电动车要跟中国大陆的电动车来竞争的话，事实上没有什么竞争力的。以成本以 CP 值来说，真的没有竞争力。我去年在欧洲整个欧洲地区，事实上他们对于中国的电动车的评价是非常高的。那美国的市场不让中国电动车进来，也就是因为竞争力其实是差距蛮大的，非常大。这样的成本是没有办法跟中国电动车竞争，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要开放竞争，坦白说，中国的电动车根本就不担心竞争啊。好，所以亮哥，我们结论，如果以目前的趋势来看，电动车现在川普政策就是要回归油车了嘛？那可是电动车的市场现在技术各方面的竞争技术上是已经被美国放弃，所以不重要。那当然，马斯克也就没有啦，有些州还是卖得通啦，加州还是很多啦。美国政策上，共和党的州比较少电动车是真的啦。那没有他没有电动车补贴了啦。那这个坦白讲，特斯拉你也不可能回到美国多少啦，因为他在上海做真的比较便宜啊。而且他也受伤蛮重的啦。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代表川普去制裁欧洲啊，干嘛的？所以人家也迁怒到他身上啊。那他在中国市场面对的中国各种车的竞争，他订单也大跌啊，所以确实不看好了啊。就是因为真的价格差太远了，这个真的没有办法。而且特斯拉还没有自己的电池的稳定的供给，那这个就更麻烦了。他现在还远离了川普核心了。对了，可是要恢复过去民主党人在抵制他的车啊。那他前一阵子更严重，他销售点都被人家丢汽油弹啊。他现在好像很安静哦，现在比较好了啊。可是有一些人就因为这样，就我不要买你的车啊。因为在美国很多车可以买嘛，我哪有一定要开电动车，对不对？美国的油又便宜，尤其没有政策支持之后，电动车对，因为补贴减少了嘛，对啊，就这样啊。